公司新招的实习生是个卷王，我正常下班，他熬到12点，在老板面前阴阳我。沈经理还真是厉害，老板都没下班，他就能第一个走。我孩子生病请了半天假，他竟然跑到医院质问沈经理，昨天的项目书怎么还没发给我？我没理他，可没想到我下午回到公司却炸了。实习生当着公司所有人的面大骂我。沈经理，公司就是你第2个家，你不交接好怎么配请假的？你这样的人根本就是垃圾，不配上班。我每个月只要3000，而你却要30万，你就是公司的蛀虫。老板似乎觉得有理，转头就将我裁了，让实习生升职。我没说话，接受了裁员。可当公司大客户都跟我跑了时，老板却慌了。送完孩子去医院后，我急忙赶回公司，一进公司就见老板脸色阴沉地盯着我。沈之毅，你是不是真把自己当公司大爷了？我看在你跟我最长的份上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这就是你的工作态度。身边实习生吴佳玉委屈地抹了抹眼泪。这个项目是公司的重中之重，我每天在公司加班到深夜，就是为了拿下合同。刚刚建成的赵总给我打电话，要是今天再交不上去，就不用交了。越说老板脸色越难看，周围员工大气不敢出。我无视吴佳玉的装模作样，对着老板平静解释道：项目书我早在2天前就发在了钉钉群里，这个任务昨天就应该处理好。至于赵总那边，我已经打过招呼，我给了吴佳玉2天时间，他却连个初稿都没有写出来。做不到的话，就让给有能力的人来做。从公司让这个吴佳玉顶替掉我看中的实习生后，我就对他十分不满。只是一个普通的本科，就因为他便宜，公司将他招进来，上班看似在卷，实则什么也不干，整天就喜欢跟同事聊天，帮别人端茶倒水。虽然人缘混得好，可对我来说没有任何作用。他的到来不仅没帮我分担，反而让我活更加多。只是做个初稿方案，2天才做出来就算了。那 PPT 就是让个中学生来写，都比他写得好。我不是没提过意见，但老板总是以我的工资为由堵住我的话。现在吴佳玉变本加厉，我也不想忍了。我的话堵得吴佳玉哑口无言。那还不是你故意刁难我？我学的策划不是设计，你故意让我设计是什么意思啊？而且我3000块干的最多的活，而你30万却什么也不干，你怎么好意思在这厚脸皮对我说教？我像是听到天大的笑话一样，嘴角挂着冷笑。如果不是我，公司说不定早就倒闭了。然而令我没想到的是，老板竟然认同地点了点头，对我震怒道：沈之毅，你少找借口，你要是不想干，就给我自己滚蛋。骂完这句话，老板气呼呼地离开。吴佳玉冷哼着瞪了我一眼，屁颠颠跟在老板身后拍马屁。我并没有理睬，转身继续工作。只是我没有想到，这件事只是个导火索。在这之后，我但凡准点下班，老板便阴阳怪气，当着全部同事面辱骂我。我的下班时间被调整到晚上10点，我孩子才上高中，正是关键时刻。我做完了我的本职工作，不可能浪费时间在这里。我试图理论，老板却以此为由，将我的薪水降到3000，而等待我的是成堆的工作。我看着遗落的文件，心里明白，他这是在变相赶我走。我没有主动离职，干完应该的活，还是照常下班。见状，老板坐不住，让人事找我谈话。我很平静地开口：如果公司觉得我没有价值，可以走正常程序裁员；如果不走，那我也可以申请劳动仲裁。人事无法，只能去找老板。门外，我听见吴佳玉殷勤地跟老板保证：张总，你放心，沈之毅会的我都会，他的工作根本就没有难度。我已经把公司当我家，公司给我开工资就已经是天大的恩惠。工资多少我不在乎，我只希望公司能更好。这一番话说的老板心花怒放，他趾高气扬地走进来，不屑地看了一眼。行，公司会走正常流程，你现在就收拾东西给我滚蛋。1个月30万，你也真敢狮子大开口，还是小吴懂事，不求回报，你跟他可不能比。我面无表情地起身离开，我倒还挺想看看一个蠢货到底怎么带公司更上一层楼。走完流程，公司的同事都来送我，跟我最好的一个女同事赵倩拍了拍我的肩膀，愤愤不平道：
之意，真不知道张总怎么被吴佳玉给蒙蔽了，竟然真的开了你。那女人自己卷就算了，还逼着全公司都卷。明明大家干完活就可以走，现在被逼在这无偿加班，每天是怨声载道的。他叹了口气，你打算去哪？这公司我也待不下去。我摇了摇头，打断他的话。公司现在的福利还是很好的，你不用担心我会照顾好自己。他也有家庭要照顾，没必要因为我离职。赵倩没有再说，叮嘱了几句。我抱着东西刚要踏出公司，吴佳玉的声音又从身后传来，等等，把东西留下。他一把抢过我的东西，这些都是公司的，你无权带走。我脸色沉了几分，都是我自己买的，我凭什么不能带走？就凭这些东西，是在公司。吴佳玉得意地扬起下巴，冲着老板谄媚道：张总，您说我说的对不对？对，老板被哄得合不拢嘴，走到我面前丢给我一张合同。没错，还有，你把竞业协议签了。你要是敢泄露公司机密，我饶不了你。看完合同后，我平静签下字。我没有理睬两人荒谬的言论，拿着东西离开。身后，吴佳玉得意又谄媚的声音传来：张总，你放心好了，这钱你可以不给，但他要是敢去别的地方工作，泄露公司机密，我们是可以告他的。声音渐行渐远，我嘴角勾着无语的笑。这蠢货没脑子就算了，连法律也不懂。竞业协议超过3个月不支付，我有权去其他公司任职。工作了这么多年，我也是时候趁这段时间好好休息了。我离职的消息一出，之前的合作商纷纷打来电话询问。当初一直想挖我的公司，几乎快把我家门槛踏破。每一家公司我都没有说死，休息的时间我也在对比。这期间，我从赵倩口中得知，吴佳玉带着公司所有人卷，现在每个人7点上班，10点下班。不仅如此，公司以节约成本为由，降本增效，大部分人工资瞬间骤减一半，导致许多人撑不下去离职。吴佳玉反而更加得意，以最低的工资招聘大学实习生，甚至当着全公司的面说大学生便宜又听话，辞退也不要赔偿金。赵倩学给我听的时候，差点没给我笑死。吴佳玉这蠢货能活到现在真是不容易，但能听信他话的张总也是个没脑子的。我没有再关心公司的事，一晃3个月过去，公司一笔竞业协议费也没发，而我也选好了一家中型公司，品注文件。虽然在邀请我的公司中，这家公司并不突出，但胜在这家公司的王总为人坦诚。比起公司规模，我更看重人品。签完合同，我们约在酒店包厢吃了顿饭。正吃着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吵闹。你们会不会做生意？包厢明明是我选的，凭什么给别人？我不管，让里面的人滚出来！我转身看去，只见吴佳玉狰狞着脸，不顾服务员的阻拦，硬是往里闯。服务员抱歉地看了看我们，随后严肃地拦住吴佳玉：这位女士，你打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没有包厢了，你这边硬要过来，我们也只是说如果有空位可以给您留。这桌客人正在用餐，如果您再不出去，我们只能叫保安了。吴佳玉又气又恼，在看见我时，她的怒火达到顶端。沈之意，你是不是就是知道今天公司聚餐，所以故意给我使绊子？我拧了拧眉，眼神泛冷。吴佳玉，再蠢的人都不会像你一样要聚餐了才来订包厢，这样的蠢货，我实在不想跟他浪费时间。服务员，麻烦你们把他带出去。话落的同时，门外传来前公司同事的聊天声。眼见情况不对，吴佳玉转了转眼珠子，瞬间挂上一副委屈的表情。张总，我真没想到沈之意报复心这么重，明明是我先订的包厢，他们却故意抢走。什么？张总带着公司一帮子同事闯了进来，在看见我身边的王总时，他瞪大眼睛，指着我的鼻子就是谩骂。沈之意，我念在旧情跟你好聚好散，你竟然跟我对家坐在这儿吃饭，你是不是故意泄露我公司机密？我告诉你，我要去告你。你这个白眼狼，老子养了你10年，你就是这么对老子的。说到后面，他双目赤红，拿着手机就要打电话报警抓我，似乎气急了。
我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们演戏，刚想开口，就听王总严肃道：说话是要讲证据的，你的话已经构成了诽谤。超过3个月不支付竞业协议，沈小姐有权选择其他公司。你的话刚才我已经录音，沈小姐随时可以告你。闻言，张总更加愤怒，放屁！你当老子不懂法啊？边说他边看向吴佳玉。小吴，跟他们说说法律，他到底能不能去别的公司？不能。吴佳玉梗着脖子大喊，但眼里却透露着心虚。我冷笑一声，直接拿起手机报警。你好，我要报警，有人诽谤我，对我的名誉造成了严重影响。你还敢报警是吧？张总恼羞成怒，撸起袖子就想对我动手。曾经的同事都看不下去，将人拦住，强行将人带走。小沈儿，公司虽然不大，但帮你打赢官司还是没问题的。听着王总关心的话，我的心里划过一丝暖意，但我还是摇了摇头。张总的确培养了我，我还是希望能好聚好散。那之后我投入到新工作，新环境很好，公司同事都很好，没有勾心斗角，在这里的我甚至感觉身心都舒服了不少。很快公司迎来重要项目，我是负责人。这个项目以公司现阶段的发展来说，想要拿下比较吃力，最大的竞争者就是前公司。我实话实话，王总并没有多说什么。尽力就好，在我的公司，利益永远小于员工本人。我点了点头，虽然面上平淡，但还是用心想要拿下这个项目。而在我用心工作的这段时间，吴佳玉像是疯了一样打电话骚扰我。沈之意，设计图稿被你藏到哪去了？沈之意，为什么项目书还是原来的？你当初为什么不做新的？沈之意，你是不是故意带走了公司企划书，就是想让我出丑？一开始我还本着礼貌回复，到后来我实在不厌其烦，直接将他拉黑。竞标当天，王总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诚恳道：小沈，不要有压力，你的努力我都看在眼里，我们做好自己就够了。我笑了笑，刚想说话，就听吴佳玉讥讽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：有些人还真是自信的可以，一个都没上市的破公司也敢跟我们比。我平静地转头，就见张总趾高气扬地盯着我，下巴都快要翘到天上去。沈之意，你给我等着，你好好看看，这个项目会是谁的？没了我，你就是一滩烂泥。我眼底毫无波澜，对着王总道：我们走吧。也许是我的态度让两人更加得意。竞标场中，吴佳玉眼底的嚣张快要控制不住。随着流程进展，到最后竞标者只剩我们2家。吴佳玉望着我，无声开口：你输定了。下一刻，主持人开口：这次东建项目的夺标者是品筑文件公司。随着话音落下，张总愤怒起身，对着吴佳玉怒吼道：到底怎么回事？你不是说一定能成吗？吴佳玉面色惨白，支支吾吾了半天，眼见张总脸色越发难堪，他牙一咬，指向我：张总，都是他捣鬼的，我早就说这女人就是一个白眼狼，不安好心。越说吴佳玉越发肯定，他钻空子，带着我们公司的机密投敌，今天他能中标，就是靠着卖我们机密得来的，他这是犯罪。我简直要被吴佳玉这蠢货气笑。就他那做的项目标书能出现在这里，都已经是看在前公司的面子上，破例给他开后门。而前公司的威望还是我打下来的，不愿意这种蠢货浪费时间，我转身就想要走。而吴佳玉却像是抓到我把柄一般，硬着拦着我，对张总邀功道：张总，你看这女人被我说中了吧？她就是心虚，这个项目是靠不正当手段得来，是不作数的。闻言，周围人像是看傻子一样看过来。这是政府的项目，领导都还在台子上，这蠢货不仅当面造谣，还当面打人家脸。果然，政府领导的脸黑得彻底。偏偏张总也是个愚蠢的，他立刻怒瞪着我，咒骂道：好啊，我就知道是你干的，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，
老子打死你！张总似乎气急了，上来就想对我动手。我脸色一沉，还没反击，王总便挡在我身前，严肃道：我们公平竞争，靠自己本事拿下项目。你们刚才的话我已经全部录音，这是造谣，造谣是违法的。话落，他拿起手机打了电话。你好，我要报警，有人故意污蔑我司和我的员工，对我们声誉造成了严重影响。对方甚至恼羞成怒，想要动手，请你们过来一趟。你敢报警？一听报警，张总气焰小了不少，整张脸难看极了。我和王总不再理睬，转身就走。见我走，吴佳玉又嚣张起来，在张总耳边吹耳旁风。张总，你看到了吧？他就是这么嚣张，现在带着我们公司的机密跳槽，就是故意坑你。一旁的政府领导都听不下去，斜了一眼吴佳玉，冷哼道：张总，有些话我也不想说得很难听，怎么说我也跟你们公司合作过，你自己看看你们交上来的项目策划书，我上高中的儿子都做得比你们好，我也是看在你们公司这么多年的经营上，才给你留了面子。就算你不懂做这些，但是一个人的能力好坏你也分不清吗？丢下这句话，领导大步离开，身后张总面色难堪。吴佳玉低着头，脸色发白。拿到了项目，我便全身心投入进去，而王总也给了我极大的空间，周围同事也竭尽全力，这让我感受到了一些温暖，整个人也更有干劲。相较于我的轻松，前公司就过得水深火热了。从丢掉项目后，整个公司都弥漫着紧张焦灼的气氛。张总每天板着脸，一副被人欠了几百万的样子，但对他来说，也的确是损失惨重。从前公司的大部分事都是我来主控，现在我不在，又丢了项目，张总只能亲力亲为。做到这个位置，他也不是个傻子。在看到吴佳玉花了10天交上来的新方案后，他彻底爆发了。吴佳玉，你当我真的蠢吗？这就是你一直推到现在才交上来的东西吗？张总怒不可遏，将方案甩在吴佳玉身上。吴佳玉瑟瑟发抖，全然没了以前的气焰。见状，张总脸色越发难堪。吴佳玉，你是不是什么都不会？听到这话，吴佳玉立刻慌了，他紧张地攥着衣角，顶着张总凌厉的眼神，硬着头皮道：张总，是我的错，但我没办法做。我在工作期间发现沈之一刻意销毁了很多资料，导致我需要重新开始撰写。不仅如此，我打电话给他时，他态度恶劣，显然就是蓄谋已久。但这些我都没有说，我还是不愿意与最大的恶意揣测他。可我没想到他为了整垮您，竟然这么恶毒。闻言，张总气得将桌上的烟灰缸砸在地上，简直欺人太甚！我这次绝对不会放过沈之意这女人。说着，张总怒气汹汹地推开门就要出去。门外听见争吵声的其他同事都听不下去，质疑道：张总，你但凡看一下钉钉里的文件，都不至于说出这些话。自从吴佳玉来过以后，他从来没干过一件正事，他只会不停将锅甩给我们。有了一个人的开口，就有无数人反抗。没错，张总，我们来公司这么久，做得怎么样你也能看得见。大家心里都憋了一口气，吴佳玉连最基本的 PPT 都做不好，到底凭什么在这？张总，这个女人再留在公司，才是对公司最大的危害。同事们七嘴八舌，将这段时间的怨气全数发泄。越听吴佳玉脸色越白，在看见张总冰冷的眼神后，他突然提高音量大喊道：张总，你看看沈之意干的好事，现在竟然还撺掇同事，引起公司内乱。这些人平时上个厕所都要10几20分钟，到底是上厕所还是摸鱼，自己心里清楚。这样的人留在公司吗？就是蛀虫。我提议压缩上厕所和午休时间，将所有时间利用起来。张总没有说话，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听进去了。这时，一个脾气暴的同事扔掉工作牌：那不好意思，我不干了。那我也不干了。接二连三的同事理智，整个公司大厅一团乱。吴佳玉满意的看着张总越发难堪的脸色，偷偷勾了勾唇角。这件事让公司所有老员工集体辞职，面对众人的集体辞职，公司一团乱，连向着张总的人士都开始劝说。
张总，很多人都是从公司一开始就跟着，大换血不是件好事，还是要让同事冷静下来。吴佳玉转了转眼珠子，在张总思考的时候，抢先一步开口：张总，他们今天敢集体辞职逼您，明天就敢投敌坑您。您别忘了，这些人大部分都是沈之毅扶持上来的，沈之毅就是前车之鉴，这些人一看就是跟他一伙的。当然，我也只是好心提醒您，公司能好我就开心，就是不知道您这次妥协了，以后要怎么管理。听到这话，张总立刻变了脸色，厉声道：让他们走，都给我滚！不就是招个员工吗？难不成我公司离了他们就不行了？没错，吴佳玉得意地笑了笑，拍着马屁：这群人一点性价比都没有，全是职场老油条。我们要招就招刚初入社会的大学生，他们不仅便宜还听话，可不会像这群人一样。张总面色不佳地点了点头。行，以后招人的事就交给你了。身后人事叹了口气，转身回去工作。对于前公司的事，我一概不知，我全身心投入到项目中，无法分神。因为拿下这个项目，彻底打开了现公司的知名度。而在我交上一份满意答卷后，络绎不绝的客户找上门来。王总笑得合不拢嘴，每个月都要给我包一份丰厚的奖金。公司业绩越来越好，同事们的工资也相对增加，每个人看见我都面露笑容。甚至王总怕我累着，还特意给我放了几天假，让我好好陪儿子，我的心也暖了不少。现在的我不仅有工作，也能平衡家里。相比于我的蒸蒸日上，前公司是每天愁眉苦展。自从吴佳玉招了一堆便宜但不会做事的大学生后，公司项目就一直停滞不前。不仅没有新公司的合作，连之前的一些合作商都纷纷转投到其他公司。张总怒不可遏，将吴佳玉叫到办公室臭骂了一顿。吴佳玉，你当初是怎么跟我保证的？我信任你，把所有项目交给你，你是怎么做的？现在没有新合作商就算了，为什么那些老合作商也全部撤资？我可是听说了，他们要的方案，你几天都做不出来。张总赤红着眼，恨不得将吴佳玉撕碎。因为吴佳玉的过错，他至少损失了上千万。最叫他难受的是我的成功，才短短几个月时间，我就带领着现公司拿下几个大项目。虽然这些在前公司来看还不算什么，但别人的成功更叫人破防。吴佳玉，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要是你再搞砸，就给我滚！张总震怒的声音让吴佳玉抖了抖，但为了自保，他还是硬着头皮挑拨。张总，你就没觉得不对吗？没有新客户，你可以认为是我的错，可那些老客户都跑到了沈之毅的公司，是什么意思？他们就好像商量好了一样，集体跟着沈之毅离开。若是说后面没有沈之毅的挑拨，我是不信的。张总，他这样的人就是妥妥的白眼狼。张总没有再开口，但吴佳玉知道，他成功将矛盾又转移到我身上。这天，我正跟合作商谈好合作，从酒店出来，迎面便有人向我冲来，将一盆茶水往我身上我泼，还好我反应及时，快速避开。沈之毅，你不得好死！张总猩红着双眼，一副恨不得将我掐死的模样。你这个贱人，我对你那么好，给你开那么高的工资，你竟然撬走我所有的客户，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？你要这么整我？我吓了一跳，急忙往后退，但张总不依不饶，一副你不给个交代，今天就不许走的模样。沈之毅，你说话啊！我眉头紧拧，好一会后才恢复平静，冷笑道：张总，一直以来是我念在旧情才一直忍让，我一直记着你当初对我的好，所以我在离职后一直避免与前公司的合作商交集。我从未出面过，我只是凭借自己的能力去争取。你做老板这样久，难道连这种事都不知道吗？张总，我今天在最后告诫你一遍，与其怪罪别人，不如去看看吴佳玉那蠢货到底有没有能力。你要是单纯凭借他便宜能给你省钱，那我无话可说。他加班，他带头卷，他不要工资，那是因为他没能力，他没资格要。从头到尾，他什么都不会，也不愿意学，整天就干坐着发呆浪费时间。如果说这样的员工是你想要的，那我们就没什么好说的。我看在以前的情分上告诫，张总听不听就是他的事了。言尽于此，我与合作商告别后转身离开。在一旁的合作商也听不下去，拍了拍张总的肩膀，诚恳道：老张啊，我跟你也合作这么久了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，不只是我，很多人都是被逼得离开。
从那以后再也没见过他们。不久后听到前公司破产解散，我也只是有些感慨，但也只是一瞬间，继续过着我自己的生活。